这一讲我们进入武帝元光5年，年初是诸侯王进京朝见的日子，就有点像3亲6戚啊，回这个老家过年，总要拎一点土特产。和肩膀刘德拎来的土特产与众不同，是所谓雅乐，这不但是一份厚礼，而且正是朝廷所缺的东西。前面讲过，儒家学术是孔子传承的周代官学，是古代圣芒的典章制度，分别是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，一共6大体系，合称6艺，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门县。这种门县因为地位太崇高了，所以被尊奉为经。6大体系的门县合称6经。但是这6大体系当中，乐的门县已经失传，所以说起来虽然是6经，但其实只有5经。汉武帝再怎么推崇儒学，也只能设置5经博士，没办法设置6经博士。刘德在河津国搜罗先秦典籍，还和身边那些儒学专家们一道搞研究，将门县当中涉及音乐的零散内容汇集整理，编辑出一部乐记。后来汉宣帝时代，儒家学者戴胜将乐记收入礼记，从此乐记就变成了礼记当中的一篇。今天我们读儒家13经当中的礼记，乐记就是其中的第19篇。当然，儒家经典的成型往往有着很复杂的过程。乐记到底是不是刘德的成果，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争议问题，我们就不深究了。无论如何，刘德钻研儒家礼乐很有心得，这总是没错的。但是当时研究音乐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演奏方法搞不清楚。我们看礼器乐器讲的都是音乐理论，尤其是把音乐和政治比附，特别牵强附会。但不管理论剖析有多么深刻细腻，但到底怎么把这种音乐演奏出来，找不出任何一个抓手。如果懂得演奏的乐师一个都找不到了，那么先秦雅乐就真的失传了。更要命的问题是，即便找得到乐师，人家演奏的到底是不是当年被孔子认定过的雅乐，竟然没有鉴别标准。刘德到底给朝廷进献了怎样的雅乐，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了，但基本可以判定的是，这些雅乐即便不够正宗，至少能有几分逼真。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判定，是因为武帝在收到这份大礼之后，交给宫廷乐官排练演习，准备在朝廷有盛典的时候演奏。但事实上，这些音乐很少得到演奏。论语有一段名言，子在其闻韶，3月不知肉味。迷住孔子的这个名叫韶的乐曲，被认为是顺圣人的音乐。孔子还爱听周武王的音乐，叫做武，又把韶和武做比较，认为韶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；武尽美矣，昧尽善也，给我们留下了尽善尽美这个成语。这些让孔子如痴如醉的古乐就是雅乐。但问题是，除了孔子和极少数有着高超音乐修养的人，没有人爱听这些声音古董，大家都喜欢流行音乐。所以进入战国时代，齐宣王直言不讳地告诉孟子，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只好世俗之乐耳。这不奇怪，因为雅乐流传下来，越来越被当作神圣庄严的事物，娱乐色彩注定会越来越弱，让人敬而远之。那么不难想见，当刘德怀着宗教一般的心态试图复原雅乐时候，任何一段因为悦耳而显得可疑的乐句，大概率上都会被舍弃的。最后的成品一定格外的庄严肃穆，估计不会比今天的哀乐更好听。后来历朝历代朝廷永远强调雅乐，但永远弥漫着批评的声音。今天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尴尬，毕竟乐器也好，音乐的范式也好，不断演进，不断丰富多彩。孔子时代正是典礼上的钟磬之音，当然越来越没人爱听了。话说回来，刘德精信雅乐，汉武帝又向他请教儒家的各种典章制度，刘德言简意赅，对答如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时候的汉武帝会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普通人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，同为儒学爱好者，汉武帝一定和刘德相见恨晚吧。资治通鉴并没有给出答案，仅仅交代出3个月后的春正月，
刘德过世，谥号为宪。根据谥法，聪明睿智谓之宪。后来提起刘德，称呼就不再是河间芒，而是河间宪芒了。《史记集解援引《汉明臣奏》收录的杜业的一份奏书，对刘德之死给出了另一种说辞。见刘德对儒学问题对答如流，武帝不高兴了，冷冷说出一句话：商汤芒以70里版图创立王业，周文芒以100里版图创立王业，您就好好努力吧。刘德听得出弦买之音，回到河间国之后，再也不搞什么儒学了，而是像纨绔子弟一样纵酒享乐，就这么死了。汉武帝那句话如果意译出来，相当于警告刘德，你是不是想造反啊？今天我们很难理解，人家刘德贵为诸侯王，一点都没有花天酒地，一门心思都在古代文献上面，这样一个学者型诸侯王，凭什么怀疑人家会造反呢？答案是，在儒学语境当中，刘德的所作所为确实有了夺取天下的基础。商汤王当初只有方圆70里的地盘，但只因为施行仁义就灭掉了夏朝，建立了商朝。同样，周文王当初也只有方圆100里的地盘，但只因为施行仁义就灭掉了商朝，建立了周朝。刘德的河间国不只有100里方圆，刘德照这样施行仁义下去，天下归心，他还偏偏姓刘，是汉景帝的亲儿子，到时候夺权篡位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？任何一门学术只要在政治上被独尊，就不再是学术，而摇身变整宗教了。在宗教层面上看，教主只能有一个，皇帝是天地君亲师5为一体，其中的师不仅仅是老师的意思，更是教主的意思。如果仅仅是老师的话，那么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这个师可以是任何人，也可以随时从张三变成李四。而在教主的意义上，他才是最高学术权威，是所有争议问题的终极裁判官，是宇宙终极真理的人间化身。于是问题来了，无论是终极裁判官还是宇宙终极真理的人间化身，注定只能有一个，不能有两个。刘德搞儒学，搞出这么打阵仗，无意之中正是在和汉武帝争抢权位。假如换做别人，无论是田汾、窦婴还是王臧、赵绾，儒学搞得再精深，也无非是为人作嫁，帮助汉武帝树立权威。但刘德姓刘，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。估计刘德听到武帝说出那样一句话的时候，当即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吧。接下来我们就应当采取史源学的标准审查不同史料的可信度了。简言之，杜业奏书里讲到的这些内容到底有多高的可信度呢？徐复观先生有过考证，说杜业的曾祖父是汉武帝时代著名的酷吏杜周，杜周之子杜延年为汉朝立过大功，受封建平侯。杜延年之子杜缓做官做到太常，是皇家礼仪官。杜业就是杜缓的儿子，还在成帝年间娶了皇帝的妹妹。可见杜业这个人完全有资格知道汉朝的宫廷内幕，由他口中讲出来的刘德的死因一定有着很高的可信度。司马光并没有采信这段史料，所以在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里，刘德冬10月进京朝见，春正月过世，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。然后司马光引用了班固的一段评论，大意是说汉朝诸侯王多达3位数，一个个骄奢淫逸，没办法，实在是从小锦衣玉食，环境使然，只有大雅之人卓而不群。河间宪芒刘德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物。成语卓而不群就是从这段话里来的。班固的原话出自《汉书·景13芒传》，并不是单独为刘德而发的，而是综论景13芒之后做出的一个总结，特地点出刘德的名字，可见刘德是如何的与众不同，如何的卓而不群。随着刘德的过世，河间国的学术风气风流云散，学术中心等于宗教中心。当河间国不再有学术中心的模样了，长安自然就是唯一的宗教中心了。刘德如果还活着的话，越是卓而不群，就越是会被皇权猜忌和打压。他看上去简直是个完美无缺的人类楷模，没有任何一点道德瑕疵，也没有生活在一个
昏君盲聋奸臣当道的时代，但竟然只有自甘堕落才是他唯一的求生之道。读历史读到这一类的事情，总是尤其令人不快。好，我们下一讲再见吧。